农场的地下室里，我拿着喷壶给水培蔬菜浇水，头顶上传来感染者撞门的闷响，一下又一下，震得墙皮往下掉。我爸是野生动物园的首席兽医，跟动物打了一辈子交道。1个半月前，他从动物园回来，立刻决定把郊外农场的地下室改造成避难所。他说，园里的食肉动物突然集体狂暴，互相撕咬，连饲养员都被咬伤了，而被咬的饲养员没过多久也发起狂来，见人就咬。他说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病毒，能跨物种传播，大事不妙。我妈说她咒自己，动物园出事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也觉得她想太多，动物疫病哪能轻易传染给人？我爸没多解释，一头扎进农场的地下室，改造通风系统，搭建多层水培蔬菜架。他囤了大量的谷物、罐头、兽药，还有捕猎工具和大功率发电机，甚至在地下室隔出一块地方养了10几只产蛋鸡。我们都觉得他不务正业，好好的兽医不当，搞起了地下养殖。直到1周前，病毒彻底爆发了，不光是动物，人也开始疯狂撕咬，城市里乱成一锅粥，到处都是逃命的人和追猎的感染者。我们守在郊外的农场里，靠着加固的地下室和自给自足的物资，暂时躲过了劫难。我看着爸爸蹲在鸡舍边添饲料的背影，才懂天天跟生命打交道的人最懂病毒蔓延的速度有多可怕。我看着爸爸蹲在鸡舍边添饲料的背影，才懂天天跟生命打交道的人最懂病毒蔓延的速度有多可怕。手里的喷壶还悬在水培生菜上方，营养液顺着壶嘴滴落在陶粒里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地下室不大，40多平的空间被爸爸隔成了3个区域，进门是储物区，半人高的纸箱码得整整齐齐，堆着压缩饼干、谷物罐头和各类日用品，中间立着3层不锈钢水培架。生菜、油麦菜和小番茄长得郁郁葱葱，是我们未来的新鲜蔬菜来源。最里面用铁丝网隔出了鸡舍，旁边搭着3张折叠床，算是我们的休息区。LED 冷光灯从天花板垂下来，照得混凝土墙面泛着青白，空气里混着营养液的蛋腥味、鸡粪的氨味和消毒水的味道，闷得人发沉。头顶的闷响却在这时陡然变了调，从最初单一迟缓的咚咚声变成了杂乱密集的撞击，像是有10几块石头同时砸在钢板上，震得天花板上的墙皮簌簌往下掉，落在翠绿的菜叶上，沾了一层灰白的粉尘。爸爸手里的饲料盆当啷一声放在地上，起身快步走向地下室的正门，那是单他亲手焊死的3层钢板门，门框硬生生嵌进了30公分厚的混凝土墙里。当初他砸墙埋矿，抱着电焊机焊了整整3天的时候，我还靠在门框上笑他，说防小偷都不用这么夸张，不如多囤2箱罐头。此刻他侧着脸，耳朵紧紧贴在冰冷的钢板上，鬓角的白发沾了点墙灰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他今年54，干了30年野生动物园兽医，手上常年带着洗不掉的消毒水味，掌心全是给猛兽做手术磨出来的硬茧。话不多，性子轴，认定的是8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也正是这份轴，让我们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就有了安身之处。多少个？妈妈攥着衣角走过来，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慌。她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，爱干净爱体面，每天都要把家里擦得窗明几净。现在在地下室里，她也坚持每天叠被子、擦餐具，把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摆得整整齐齐，像是在维持着最后的秩序感。1周前城市爆发的新闻弹出来的时候，她手里的瓷碗摔在地上碎成了片，到现在指尖偶尔还会发抖，至少8个。爸爸直起身，指节敲了敲钢板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焊缝暂时没事，但金属抗不住持续疲劳，这么不间断撞下去，最多撑3天。我的心往下沉了沉。1周前刚封死地下室的时候，门口只有2个路过的感染者，撞了半天没动静就晃悠着走了。我们都以为郊外偏僻，人烟稀少，感染者不会往这边聚集，可现在这数量显然是顺着活人的气息摸过来的，而且只会越聚越多。会不会是附近村子里逃出来的人引过来的？妈妈话说到一半就咽了回去。我们都清楚，能引来这么多感染者的，要么是大群幸存者路过，要么就是感染潮已经从城市蔓延到了郊区。爸爸没接话，转身走向地下室深处的通风机组，2个直径30公分的 PVC 管道一进一出，沿着墙角铺到地面，是整个地下室的生命线。进风口通往后院墙角，台风对着农场的柴房，他当初特意选了隐蔽的位置，还加了2层防锈铁栅栏。他蹲下来摸了摸出风口的温度，又拆开滤网看了看，脸色没什么变化，通风暂时正常。进风口有铁栅栏挡着，感染者手伸不进来，暂时安全。我跟着他走过去，蹲在通风口边，能听到外面风刮过栅栏的呜呜声，混杂着感染者模糊的嘶吼，隔着一层钢板和土层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我重新拿起喷壶，去给另一排水培架浇水，指尖划过饱满的生菜叶片，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。爸爸囤的谷物够吃半年，水培菜循环生长，鸡每天能下5、6个蛋，还有一口深井接了水管进来，只要守住这扇门，我们就能一直待下去。可这份安稳没撑过半个小时，我正蹲在最里面的水培架旁调整滴管，把堵死的出水口一个个捅开，突然听到通风口的方向传来一阵尖锐的刮擦声，那声音又尖又细，像是生锈的指甲挠在铁皮上，刺得人耳膜发疼，和感染者撞门的闷响完全不同。爸！我扔下手里的滴管喊了一声，爸爸几乎是立刻就冲了过来，他手里攥着一把平时修架子用的螺丝刀，几步蹲到通风口前，掀开内网的盖板，用手电筒顺着栅栏缝隙往外照。我凑过去，顺着冷白的光柱看过去，通风口的铁栅栏外趴着一只浑身是血的土狗，它的眼珠子是浑浊的猩红色，嘴角挂着拉丝的咸水，半边脸的皮肉都掉了，露出白森森的颧骨，却丝毫感觉不到疼一样，用爪子疯狂地抓挠栅栏，尖牙咬在钢筋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是犬类感染。爸爸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指尖攥着螺丝刀的手柄指节泛白，和动物园里第一批发病的食肉动物症状一模一样，痛感消失，攻击性翻倍，只保留捕猎本能。它怎么会跑到农场来？我往后缩了缩，那狗
狗的爪子已经把栅栏表面的防锈漆刮得七零八落，钢筋上留下了深深的牙印，再咬下去，说不定真能把钢筋咬断。病毒跨物种传播的范围比我预想的广，速度也更快。爸爸关掉手电筒，站起身，背靠着墙缓了口气。从动物园的大型猫科、熊科动物到流浪犬，再到人，传染链已经完全铺开了。郊外不见得比城里安全，野物多，感染源更隐蔽，防不胜防。妈妈端着3杯温水过来，听到这话，手一抖，热水洒在了手背上，她却像没感觉到一样，急着问：那我们养的鸡会不会有事？这些天我们一直吃鸡蛋，会不会带病毒？她的目光投向鸡舍，10几只母鸡正缩在角落里，被外面的动静吓得咯咯直叫。爸爸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沉吟了几秒，目前没发现禽类感染的记录，动物园的禽类馆也没出现异常。但小新没大错，从今天起，鸡舍的透气窗全部封死，鸡蛋必须开水煮10分钟以上才能吃，接触过鸡粪立刻消毒。我们正说着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叫喊，穿透了钢板和土层，直直落进安静的地下室里。里面有人吗？开门啊！救命！感染者追过来了！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，中气十足，音量大的反常。就在农场的院子里，离正门不到10米远。妈妈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抓住爸爸的胳膊，语气都急了：是活人，还有别的幸存者，快开门让他进来吧，晚一步他就被感染者抓住了，一条人命啊！爸爸却猛地按住他的肩膀，力道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他摇了摇头，眼神冷得像结了冰，别出声，不准开。为什么？妈妈怔了一下，眼圈都红了。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自己过来看。我走到正门边，趴在爸爸提前钻好的观察孔上，往外张望。观察孔只有硬币大小，嵌在钢板里，外面看不见里面。院子里站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，40多岁，满脸横肉，手里拎着一根1米多长的螺纹钢，身后确实跟着2个步履蹒跚的感染者，距离他还有10几米远。可他非但不往旁边的野地里跑，反而故意往正门这边靠，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，脚步慢悠悠的，根本不像逃命的样子。他根本不是来求救的，是想把感染者引到我们门口，逼我们开门。我回头看着妈妈，声音有点发紧，等我们开门放他进来，感染者跟着冲进来，他抢了物资就能跑，死的是我们。这种桥段我以前只在末世小说里见过，真真切切发生在眼前时，只觉得后背窜起一股寒意。人心的恶，在末日里比感染者的獠牙更让人防不胜防。爸爸靠在门边，抱着胳膊，冷眼看着外面的闹剧。他身后只有2个感染者，真要逃命，往玉米地里钻，2分钟就能甩掉。故意守在门口喊，就是吃准了有人会心软。男人喊了足足5分钟，嗓子都喊哑了。见地下室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渐渐急了，他开始用螺纹钢狠狠砸门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什么难听的脏话都往外冒，说我们都是冷血的畜生，见死不救，迟早要被感染者啃得骨头都不剩。妈妈别过脸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没再提开门的事。他教了一辈子书，总相信人性本善，可末日面前，心软的代价是一家3口的命，这个道理他在善良也拎得清。没过多久，男人的叫骂声突然变成了凄厉的尖叫。我凑回观察孔，看到那2个感染者已经扑到了他身上，他手里的螺纹钢砸在感染者头上，砸得头骨凹陷，却根本拦不住。感染者的牙齿狠狠咬进他的脖子里，鲜血喷溅在灰色的钢板门上，红得刺眼。他挣扎了几下，腿一软倒在地上，很快就没了动静。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，只有感染者啃食的模糊声响，黏腻又恶心。我胃里一阵翻涌，往后退了2步，靠在墙上深呼吸。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说安慰的话，只是递给我一瓶拧开的矿泉水。就在这时，他的鼻子动了动，脸色骤然变了。什么味道？他皱着眉，快步走向通风机组，脚步比刚才急了很多。我也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，混在循环的空气里，是电线过热烧焦皮的味道。爸爸一把掀开通风机的塑料外壳，里面的散热风扇转速明显慢了下来，进风口的风量骤减，电机线圈烫得吓人。他脸色一沉，转身冲到通风口内网边，再次打开手电筒往外照。冷白光柱里，刚才那个被咬死的男人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完成了变异，正臃肿地趴在通风口上，脸贴在栅栏上往里面拱，肥大的身体堵住了大半缝隙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身后还挤过来2、3个感染者，都把腐烂的手往栅栏里伸，带着病毒的咸水滴在管道口，通风口被彻底堵死了。爸爸伸手试了试进风口的风速，指尖几乎感觉不到气流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型2氧化碳检测仪，按下开关，屏幕上的数字正在缓慢但持续地往上跳。他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凝重。通风系统过再撑不了多久，电机烧了就彻底停转。按这个空间算，最多12个小时，地下室的氧气就会耗尽。12个小时的死亡倒计时，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。妈妈立刻慌了神，在原地转了2圈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冲出去吧？门口虽然有感染者，但我们拿着武器，说不定能冲出去，往村子里跑。”不行！爸爸立刻否决。他蹲在地上，用马克笔在水泥地上画地下室的结构图。正门有至少8个感染者，还有变异犬，冲出去就是送死。感染者对声音和气味敏感，一开门就会一拥而上，我们连院子都出不去，那就在这儿等着憋死。我看着检测仪上跳动的数字，手心全是汗。刚才还觉得固若金汤的避难所，转眼就变成了密闭的棺材，堵的是进风口，不是管道本身。爸爸用笔点了点通风管道的位置，管道口径30公分，人钻不出去，但可以用工具伸出去，把堵在风口的尸体捅开。只要通风恢复，我们就能继续待着。他说完就起身，走到储物区翻找工具。很快，他翻出一根3米长的镀锌钢管，前端用铁丝牢牢绑上一把墨尖的杀猪刀，旁边还挂了个倒钩。这是他当初准备用来捕猎野物的，没想到先派上了这个用场。我来操作，你给我打光。爸爸把钢管扛到通风口边，又叮嘱妈妈：“你盯着正门，有异常立刻喊我们，别
别慌，只要通风通了就没事。我点点头，蹲在他身边，举着手电筒往管道里照。爸爸先小心翼翼地拆下内网盖板，一股腐臭味立刻涌了进来，熏得人直皱眉。他握紧钢管，顺着管道慢慢往外伸。钢管前端碰到障碍物的瞬间，外面立刻传来刺耳的嘶吼声，感染者的爪子疯狂地抓挠钢管，发出刺耳的刮擦声。稳住！爸爸咬着牙，手腕用力往前狠狠一捅。我听到外面传来扑哧一声，像是刀尖扎进了腐肉里，嘶吼声更疯狂了。他来回捅了几下，又用倒钩往外勾，把堵在风口的尸体一点点扒开。就在这时，管道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利的狗吠，紧接着是金属变形的声响。爸爸脸色一变，猛地把钢管往回拉，只听哐当一声，钢管前端的刀被什么东西咬住了，巨大的拉力差点把他拽出去。我赶紧伸手抓住他的胳膊，两人一起用力，才把钢管拽了回来。前端的刀刃已经被咬弯了，上面沾着腥臭的狗毛和黑血，是那只变异狗。爸爸喘了口气，抹了把脸上的汗，他在咬通风口的栅栏，钢筋已经被他掰弯2根了。我往管道里看了一眼，果然，原本整齐的铁栅栏已经歪了2根，缝隙变大了不少。再让那只狗咬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就能钻进来。捅开风口只是治标不治本。爸爸把钢管扔在地上，语气很沉，必须出去加固通风口，换更粗的钢筋焊死。另外，发电机的柴油只够撑10天了，前院仓库里还有2桶备用柴油，也得拿回来。出去！妈妈瞪大了眼睛，外面全是感染者，怎么出去？爸爸走到地下室最里面的角落，掀开堆在那里的几个纸箱，露出一扇嵌在墙里的小门。门很小，只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，上面挂着锁，锈迹斑斑的。这是以前农场主人挖的暗道，通往后院的柴房。我改造地下室的时候重新加固过，平时用箱子挡着，就是留着印记的。柴房那边偏僻，感染者少，我们从那里出去。我心里一动，难怪爸爸当初非要把最里面的角落留出来堆箱子，说放杂物方便，原来早就留好了后手。他永远比别人多想一步，多留一条路。商量下来，爸爸和我出去，妈妈留守地下室。一来妈妈体力差，出去反而危险；二来必须有人守着家，万一有感染者从暗道摸进来，也能及时应对。我们开始整理装备，爸爸穿上了厚牛皮工作服，是他以前给猛兽看病时穿的，防咬防抓。他把麻醉枪别在腰上，那是他从动物园带回来的，里面装的是强效麻醉剂，对普通感染者效果不大，但对变异动物多少有点用。他手里拎着那把消防斧，斧刃磨得雪亮。我找了件厚夹克穿上，腿上绑了2层硬纸板当护具，手里攥着一根铁棍，后腰别了把菜刀。记住，出去之后别说话，跟紧我。爸爸看着我，眼神严肃，遇到感染者别犹豫，往头上打，心软1秒，死的就是你。我点点头，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。末日里，圣母心就是给自己挖坟。凌晨2点，我们出发了。暗道里很黑，弥漫着霉味和土腥味，弯弯曲曲走了大概20米，尽头是一块活动的木板。爸爸先停下来，贴在木板上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确认没声音，才轻轻推开木板。外面是柴房，堆满了干柴和农具，月光从破窗户照进来，地上落着厚厚的灰尘。柴房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正门那边传来隐约的撞击声。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柴房门口，掀开一条缝往外看，后院里只有2个感染者在晃悠，离通风口不远。那只变异狗趴在通风口旁边，正啃着什么东西。爸爸做了个手势，示意我绕到侧面。我们弯腰贴着墙根走，踩在草地上没发出一点声音。走到通风口附近，爸爸突然停住，冲我使了个眼色。我会意，猛地捡起一块石头，往远处的墙角扔去。咚的一声，石头砸在墙上，那2个感染者立刻被吸引了过去，晃晃悠悠地往墙角走。那只变异狗也抬起头，猩红的眼睛往那边看了看，却没动，依旧守在通风口边。爸爸皱了皱眉，麻醉枪已经握在了手里。他慢慢靠近，在距离变异狗还有5米的时候，猛地扣动扳机，麻醉针精准地射在了狗的脖子上。那狗惨叫一声，跳起来就往爸爸身上扑。爸爸侧身躲开，手里的消防斧顺势一挥，狠狠砍在狗的头上。噗的一声，斧刃嵌进了狗头里，黑血喷了一地。那狗抽搐了2下，倒在地上不动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跑过去帮忙。我们俩抓紧时间，从柴房搬来备用的粗钢筋。爸爸拿出焊枪，接了小型发电机的电，蹲在地上快速焊接。焊枪的火花在黑夜里格外显眼。我站在旁边放哨，手里攥着铁棍，眼睛死死盯着院子的各个角落。10几分钟后，通风口的栅栏加固完成，密密麻麻的钢筋焊得像铁笼一样，别说狗，就是拳头都伸不进来。爸爸又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，才收拾工具，走去前院仓库拿柴油。前院离正门近，感染者更多。我们沿着院墙根绕过去，仓库在院子的东南角，锁着大铁门。爸爸掏出钥匙打开门，我们闪身进去，反手带上门。仓库里很黑，弥漫着柴油和农具的味道。我打开手电筒，照着墙角的2个柴油桶。爸爸走过去，弯腰准备搬。就在这时，仓库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还有人低声说话的声音。哥，你确定这里有人？刚才那小子说农场里有活人的。废话，没活人他能死在门口？里面肯定有物资，不然谁没事加固地下室？等下进去直接抢，别废话，男的杀了，女的留着。我心里一紧，是那个死在门口的男人的同伙，他们果然找过来了。爸爸立刻吹灭了我手里的手电筒，拉着我躲到了货架后面。仓库里堆满了麻袋和农具，正好能藏住2个人。我们刚藏好，仓库门就被踹开了，3个人影走了进来，2男1女，手里都拿着钢管和砍刀。为首的男人手里还攥着一把自制的土枪。给我搜！为首的男人低声喝道：物资、食物、女人都给我找出来！3个人分开搜索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攥紧了手里的铁棍，手心全是汗。爸爸冲我做了个手势，示意我等下绕到后面，他正面牵制。很快，一个瘦高的男人搜到了我们这边，他低头往货架底下看，正好对上了我的眼睛。他刚要喊，爸爸猛地从货架后面冲出来，
消防斧带着风声劈下去，正劈在他的胳膊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男人发出一声惨叫，手里的砍刀掉在了地上。另外2个人听到动静，立刻冲了过来。为首的男人举起土枪就要开枪，我从货架后面绕过去，一棍子狠狠砸在他的后脑勺上。他闷哼一声，往前踉跄了几步，土枪走了火，砰的一声打在了天花板上，灰尘簌簌往下掉。剩下的那个女人尖叫一声，转身就要跑。爸爸抬手射出麻醉针，精准地扎在他的后背上。他跑了没2步，腿一软就栽倒在地。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，地上躺了3个。为首的男人被我砸得头破血流，晕了过去。瘦高个胳膊被砍断，疼得直打滚。那个女人被麻醉了，昏睡不醒。我喘着气看着地上的人，心里有点发慌。这是我第一次动手伤人，刚才情急之下没感觉，现在只觉得胳膊发麻。爸爸蹲下来搜了搜为首男人的身，从他口袋里摸出一张地图和半包烟。他用脚尖踢了踢男人的脸，男人哼了一声，慢慢醒了过来。你们有多少人？在哪落脚？爸爸的声音很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男人吐了口带血的唾沫，恶狠狠地盯着我们。老子们有20多号人，就在前面村子里，你们敢动我，等我们的人来了，把你们扒皮抽筋。20多号人，爸爸重复了一遍，站起身看向我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放了这个人，他肯定会带同伙回来报复，到时候20多个人围在农场外，我们就算有铜墙铁壁也守不住。末日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爸爸没再废话，拖着那个瘦高个和昏迷的女人，打开仓库门扔了出去。远处的感染者听到动静，立刻晃晃悠悠地往这边过来。女人先醒了，看到扑过来的感染者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很快就被淹没了。瘦高个爬着想跑，没跑2步也被扑倒了。为首的男人吓得脸都白了，不停地求饶，说他再也不敢了，让我们放他一条生路。爸爸没理他，把他也拖了出去，扔在离仓库不远的空地上。你自己引过来的麻烦，自己解决。爸爸关上门，不再管外面的惨叫。他拎起2个柴油桶，递给我一个，走，赶紧回去。枪声肯定引来了更多感染者。我们沿着原路返回柴房，从暗道钻回地下室。妈妈一直在暗道门口等着，看到我们回来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他拉着我上下打量，看到我衣服上沾的血，眼圈又红了。没事，都是别人的血。我笑了笑，尽量让语气轻松点。爸爸把柴油桶放好，又去检查了通风系统，进风很顺畅，电机运转正常，2氧化碳检测仪上的数字慢慢降了下来，危机暂时解除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想去鸡舍拿2个鸡蛋煮了当夜宵。刚走到鸡舍门口，就看到铁丝网里一只芦花鸡趴在地上，脖子扭曲成一个诡异的角度，嘴角流着白色的泡沫，翅膀还在一下一下的抽搐。其他的鸡都缩在角落里，吓得瑟瑟发抖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爸，你快过来！爸爸快步走过来，看到地上的鸡，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他戴上手套，打开鸡舍门，把那只鸡拎了出来。那鸡还没死透，猩红的眼睛瞪着，张嘴想啄他的手。爸爸掰开鸡嘴看了看，又摸了摸他的体温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抬头看向我和妈妈，声音沉得像铅块。他感染了，病毒能传染禽类。鸡感染的消息让地下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妈妈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看向鸡舍里剩下的10几只鸡，眼神里带着恐惧。那这些鸡是不是都要处理掉？我们之前吃的鸡蛋会不会有事？先隔离观察。爸爸把那只发病的鸡装进一个铁笼子里，拎到通风口的下风处，和其他区域隔离开。病毒有潜伏期，剩下的鸡有没有感染还不确定。之前的鸡蛋都经过高温蒸煮，问题不大，但从现在起，鸡蛋全部停掉，鸡舍彻底消毒，所有人接触完鸡舍必须用酒精擦手。他拿出随身带的兽医检测箱，那是他从动物园带回来的宝贝，里面有简易的采血工具和病毒检测试剂。他给发病的鸡抽了血，滴在试剂卡上，几分钟后，试剂卡显示出2道刺眼的红杠，和动物园里的感染动物是同一种病毒。爸爸把试剂卡扔在桌子上，眉头紧锁。我之前以为禽类不易感，现在看来，病毒变异速度比我想的快得多。再这么下去，说不定连植物都能携带病毒。我看向水培架上绿油油的蔬菜，心里一阵发紧。如果连蔬菜都不能吃了，我们的食物来源就只剩下罐头和谷物，撑不了多久。别自己吓自己。爸爸看出了我的担心，植物没有动物的细胞受体，目前没有植物感染的案例。水培系统是封闭的，营养液循环过滤，不会被污染。放心，接下来的大半天，我们都在忙着消毒和隔离。爸爸把鸡舍彻底封死，只留一个小通风口接排风管道，剩下的鸡每天观察2次，一旦出现发病迹象立刻处理。妈妈把所有的鸡蛋都收起来，用酒精擦了一遍，单独放在箱子里，说等确认安全了再吃。我则帮着爸爸整理他的研究资料，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动物园里动物发病的时间、症状、血液指标，密密麻麻的，全是他1个半月以来的研究记录。他说这种病毒是全新的，不属于已知的任何一种毒株，传播性极强，致死率100%，发病后会丧失理智，只剩下攻击和进食的本能。有没有办法治？我翻着笔记本，看到里面夹着几张血清检测报告，目前没有特效药。爸爸摇了摇头，指尖点在其中一张报告上，但动物园里有一头东北虎，感染后撑了整整7天才狂暴，比其他动物多撑了5天。我抽了他的血样，发现他体内产生了少量抗体。我把血清样本带回来了，如果能提纯抗体，说不定能做出抑制剂，至少被咬之后能延缓发病。我心里一动，在人人自危的末日里，如果有抑制剂，就等于多了一条命。就在这时，头顶突然传来哗啦一声玻璃破碎的声响，紧接着是人的喊叫声，比上次那个男人的声音更大更嘈杂。我和爸爸对视一眼，立刻走到正门的观察孔边往外看。院子里停了2辆破旧的面包车，下来了7、8个人，手里都拿着武器，钢管、砍刀，还有2把土枪。为首的是个光头男人，脸上有一道刀疤，正指着地下室的门骂骂咧咧。果然是那伙人
人的同伙。爸爸脸色一沉，来寻仇了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看到外面的阵仗，脸都白了。他们有枪，会不会把门炸开？钢板门炸不开，但他们有别的办法。爸爸话音刚落，就看到外面的人拎着几个塑料桶往农场的房子上倒液体，一股汽油味顺着通风口飘了进来，刺鼻得很。他们要放火，快关通风口封门！爸爸大喊一声，冲过去拧通风管道上的阀门。我也赶紧跑过去帮忙，把进风口和排风口的风门都关到最小，只留一丝缝隙维持空气流通。外面很快就亮了起来，火光透过观察孔照进来，红彤彤的，火焰顺着墙壁往上窜，木质的房梁噼里啪啦的烧着，浓烟滚滚。房子是砖瓦房，烧不塌，但浓烟会顺着缝隙往地下室灌。如果风门没关严，我们迟早会被烟呛死。地下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，只有 LED 灯还亮着，空气越来越闷，夹杂着烟熏味。妈妈不停地咳嗽，我给她递了条湿毛巾，让她捂住口鼻。爸爸蹲在通风口边，时刻关注着外面的动静。他们以为我们在房子里烧房子是想逼我们出去。爸爸冷笑一声，只要我们沉住气，他们烧够了自然会走。可我们都想错了，这伙人比我们预想的更狡猾。烧了半个多小时，房子的屋顶都烧穿了，也没见有人跑出来。他们立刻就反应过来，人在地下室。很快我们就听到头顶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他们在找地下室的入口。没过多久，敲打声停在了正门上方，紧接着肛门上传来更猛烈的撞击，不是用身体撞，是用锤子和撬棍在砸焊缝。妈的，藏得还挺深，给我砸！砸开了，里面的东西全是我们的。光头男人的声音隔着钢板传进来，清晰得很。肛门剧烈的震动着，焊缝处开始掉铁屑。爸爸趴在观察孔看了一眼，回头对我们说，他们在撬外层钢板，外层焊得薄，撑不了多久，一旦外层破了，他们就会用电焊烧内层。那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！我握紧了手里的铁棍，对方有7、8个人，还有枪，真拼起来我们胜算不大。不用急，爸爸反而很镇定，他看了一眼手表，他们动静闹这么大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客人上门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这么大的火光和敲击声，肯定会吸引周围的感染者过来。这伙人只顾着抢物资，忘了最危险的东西是什么。果然，没过5分钟，外面就传来了尖叫：什么东西？哪来的这么多感染者？开枪！快开枪啊！哥，不行了，太多了，我们先撤吧。枪声、喊叫声、感染者的嘶吼声混在一起，乱成了一锅粥。爸爸趴在观察孔边，眉头却越皱越紧，丝毫没有放松的样子。不对劲，他低声说：感染者的数量不对，太多了，而且有沉重的脚步声，不是人。我心里一紧，也凑过去看。观察孔的视野有限，只能看到院子的一角。火光中，无数感染者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密密麻麻的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那伙人边打边退，已经有2个人被扑倒了。惨叫声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震了一下，咚，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踩在地上，震得房梁上的灰尘都往下掉。紧接着，一声低沉的咆哮响起，不是人的嘶吼，也不是狗叫，像是某种大型野兽的吼声，震得人耳膜发疼。爸爸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嘴唇都有点发白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，哪怕是病毒爆发那天，他都镇定得很。是大壮，他的声音有点发颤。动物园的棕熊大壮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大壮我知道，爸爸以前带我去过动物园，那是一头成年棕熊，体重600多斤，站起来有2米多高，是动物园的明星动物。他要是感染了，外面的惨叫声更凄厉了，枪声像爆豆一样响，却根本拦不住。我看到观察孔外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晃了过去，一巴掌就拍飞了一个劫匪，那人像个破布娃娃一样撞在墙上，没了动静。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声音都抖了。动物园离农场有30多公里，一头感染的棕熊怎么会跑这么远？他是顺着气味追过来的。爸爸沉声道：病毒放大了动物的捕猎本能，它能追踪几10公里外的活人气味。这下麻烦了，棕熊皮糙肉厚，子弹都打不透，这扇门挡不住它。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，咚的一声巨响，肛门被狠狠撞了一下，整个地下室都晃了晃，天花板上的灯管忽明忽暗，焊缝处裂开了一道细缝，铁锈簌簌往下掉。外面的劫匪已经没了声音，想来要么跑了，要么都成了棕熊和感染者的食物。现在门外只剩下这头变异棕熊，还有数不清的感染者。棕熊一下接一下的撞着门，每撞一下，肛门就凹陷1分，焊缝的裂缝越来越大，混凝土墙开始掉渣，墙角出现了细微的裂纹。妈妈吓得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，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。其实我也一样，面对一头600多斤的变异棕熊，我们手里的消防斧和铁棍跟玩具没什么区别。爸爸盯着那道越来越大的裂缝，突然转身走向储物区，开始往背包里塞东西：压缩饼干、矿泉水、急救包、他的病毒研究样本和血清，还有几盒常用的兽药。收拾东西，准备撤。他的声音很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。门撑不住1个小时了，再待下去，棕熊撞开门，我们都得死。撤去哪？妈妈慌慌张张的开始收拾衣服。西边山里，我以前见的野生动物观测站。爸爸把背包甩在肩上，位置偏僻，有围墙，有水井和太阳能发电。我以前囤了不少物资在那里，从这里开车过去2个小时，比这里安全。他早就规划好了退路，我心里突然就安定了下来。只要跟着爸爸，好像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我们很快就收拾好了3个背包，每个人都背得满满的。爸爸拎着消防斧和麻醉枪，我拿着铁棍，妈妈揣了把菜刀在兜里。我们走到暗道
到入口，爸爸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1个多月的地下室，眼神里有点惋惜，但更多的是决绝。走，我们弯腰钻进暗道，身后的撞击声还在继续，一声比一声响，像是催命的鼓点。暗道里很黑，我们只能凭着记忆往前走。走了一半，身后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是肛门被撞破了，紧接着是棕熊的咆哮声，还有鸡群的惨叫。我心里一紧，脚步更快了。很快，我们就到了暗道的另一端。推开木板，就是柴房。柴房里充满了烟味，外面的火光还没灭，硬的窗户红彤彤的。爸爸先贴在门上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然后拉开一条缝往外看。柴房外有2个感染者在晃悠，院子里全是感染者的身影，密密麻麻的。那头棕熊还在正门那边咆哮，暂时没注意到这边。柴房旁边就是车库，爸爸提前改装过的老式陆巡就停在里面，加满了油，随时能走。等下我引开那2个感染者，你们趁机冲进车库，上车之后立刻锁门。爸爸低声叮嘱，听我信号，跑的时候别回头。我和妈妈点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武器。爸爸深吸一口气，捡起一块木头，猛地往柴房另一侧扔去，木头砸在地上，发出咚的一声。那2个感染者立刻被吸引了过去，晃晃悠悠的往那边走。跑！爸爸低喝一声，我们3个立刻冲了出去，几步跑到车库门口。爸爸掏出钥匙打开卷帘门的锁，我们钻进去，他反手关上门。车库里很暗，我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。爸爸摸索着坐到驾驶座上，插上钥匙拧动，发动机嗡的一声启动了，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外面立刻传来了感染者的嘶吼声，还有沉重的脚步声往车库这边跑。坐稳了！爸爸大喊一声，按下卷帘门的开关，卷帘门缓缓升起，外面的感染者扑了过来，扒在车门上拍打着玻璃。爸爸猛踩油门，越野车像一头野兽一样冲了出去，撞飞了好几个感染者。就在这时，侧面突然窜出一个巨大的黑影，是那头棕熊。他咆哮着一巴掌拍在车顶上，哐当一声，车顶直接凹下去一大块，车身猛地一晃，我差点从座位上摔下去。爸爸死死把住方向盘，油门踩到底，越野车怒吼着往前冲，硬生生撞开围过来的感染者，冲出了农场大门，往西边的山路疾驰而去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农场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，那头棕熊站在门口，冲着我们的方向咆哮，渐渐被甩在了后面。我们都松了口气，瘫在座位上，浑身都被汗湿透了。妈妈捂着胸口，半天没缓过来。别放松！爸爸盯着前方的路，语气依旧凝重。去观测站要经过前面的镇子，那里情况不明，说不定更危险。他话音刚落，车载收音机突然刺啦响了几声，传出一段断断续续的声音：城东体育中心安全区，军方幸存者前往。妈妈眼睛一亮，是军方的安全区，我们要不要去那里？官方的地方肯定比山里的观测站安全啊。爸爸却摇了摇头，眼神很坚定，不去。城里人口密集，是重灾区，体育中心人多眼杂，一旦有一个感染者混进去，就是团灭。路上要穿过半个城区，9死1生。山里的观测站虽然偏，但胜在安全，没人跟我们抢物资，也不会有大规模感染者。妈妈还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开口。爸爸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没错误，他心里也清楚。车子沿着公路往前开，路上到处都是废弃的车辆，还有零星的感染者在游荡。爸爸尽量绕开，实在绕不开就直接撞过去，丝毫没有犹豫。开了大概1个小时，前面出现了镇子的轮廓，镇子入口处设了路障，翻着几辆军车，地上散落着弹壳和尸体，看样子是以前的防疫卡点，现在已经沦陷了。爸爸慢慢停下车，想下去看看有没有能用的物资。就在这时，路边的树林里走出来3个人，2男1女，都背着背包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他们看到我们的车，立刻跑了过来，站在路中间招手，嘴里喊着救命。是幸存者。妈妈往前探了探身子，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，要不要带上他们？多个人多份力啊！爸爸皱着眉盯着那3个人看了几秒，非但没减速，反而猛地踩下了油门。坐好，车子嗖的一下从那3个人身边冲了过去，溅了他们一身尘土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3个人愣在原地，随即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其中一个男人还掏出了什么东西，对着我们的方向。爸，为什么不停？我有点不解。虽然说不能圣母，但人家只是拦车求救，直接开走好像有点太冷漠了。你看他们站的位置。爸爸盯着后视镜，语气很冷，两边都是树林，正好藏人。他们站在路中间，根本不是真的想搭车，是想拦路抢劫。你看最后那个男的掏的是枪，我们要是停了，现在已经死了。我心里一寒，回头再看，那3个人已经钻进了树林里，果然不对劲。妈妈也吓了一跳，拍了拍胸口，还好没停，真是人心隔肚皮。车子继续往前开，进入了山区，山路蜿蜒崎岖，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，天也渐渐亮了，晨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照在路面上，斑驳陆离。爸爸说再开半个多小时就到观测站了，我们都松了口气，紧绷了一夜的神经终于能放松一下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后面远远的跟着一辆皮卡车，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，已经跟了好一段路了。爸，后面有车跟着我们。爸爸瞥了一眼后视镜，眼神沉了下来，是刚才那伙人，他们跟上我们了。后面的皮卡车像影子一样，不紧不慢的掉在我们身后，隔着几百米的距离，既不靠近也不甩掉。山路只有一条，他们显然是吃定了我们只能往前开。怎么办？他们有枪，要是追上我们就麻烦了。妈妈紧张的回头看，手紧紧攥着车门扶手。爸爸没说话，脚下稍微加了点油门。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着，
速度提了上来，但后面的皮卡车也跟着加速，始终咬着我们不放。山路弯多，我们的车体型大，转弯不如皮卡灵活，想甩掉他们没那么容易，不能把他们引去观测站。爸爸盯着前方的岔路口，方向盘一打，拐进了旁边一条更窄的土路。这条是以前的伐木道，尽头是个死胡同，我们在那里解决他们。解决？我愣了一下，不然呢？爸爸看了我一眼，语气很平静，他们一路跟着，就是想抢我们的物资，甚至要我们的命。放他们走，他们迟早会找到观测站，到时候更麻烦。末日里对敌人留情，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。我点点头，握紧了手里的铁棍。我懂这个道理，从农场仓库里那伙人开始我就懂了。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，对这些抢劫的暴徒，心软就是找死。土路坑坑洼洼的，车子颠簸的厉害，开了大概10几分钟，前面出现了一片开阔地，是以前的伐木场，堆着不少废弃的木头，尽头是山崖，确实是条死路。爸爸把车开到木头堆后面，熄了火，下车找地方躲起来。爸爸推开车门，拎着消防斧和麻醉枪，他们马上就到。等他们下车，我们前后夹击，先夺枪，再动手。记住，别硬拼，利用地形。我们3个迅速下车，躲在粗大的原木后面。没过2分钟，皮卡车就开了进来，吱的一声停在开阔地中间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了4个人，就是刚才拦路的那3个，还有一个开车的司机。为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猎枪，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啐了一口：“妈的，车在这儿，人呢？给我搜！肯定躲起来了。”4个人分开搜索，慢慢往木头堆这边靠近。我躲在木头后面，心脏砰砰直跳，手心全是汗。爸爸冲我做了个手势，示意我和妈妈绕到他们后面。他正面牵制，我拉着妈妈，弯腰顺着木头堆的缝隙往后绕。脚下的树枝发出轻微的声响。走在最边上的那个男人立刻警觉起来，举着砍刀往这边走。谁在那？出来！他越走越近，我屏住呼吸，握紧了铁棍。就在他走到我藏身的木头前，探身往里看的瞬间，我猛地跳出来，一棍子狠狠砸在他的手腕上，咔嚓一声，他手里的砍刀掉在了地上，疼得他惨叫一声。妈妈也冲了上来，手里的菜刀对着他比划着，虽然手抖，但眼神很坚定。那人手腕断了，没了武器，被我们俩逼得连连后退。另外3个人听到动静，立刻往这边跑。为首的男人举着猎枪，刚要瞄准，爸爸从侧面的木头后面冲了出来，消防斧带着风声劈过去。男人吓了一跳，赶紧侧身躲开，猎枪打偏了，砰的一声打在木头上，木屑四溅。爸爸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男人踉跄着后退了几步。剩下的2个男人冲过来围攻爸爸，爸爸手里的消防斧舞得虎虎生风，一时间2人也近不了身。我把那个断手的男人踹倒在地，让妈妈看着他，自己拎着铁棍冲过去帮忙。我从后面偷袭，一棍子砸在其中一个男人的后脑勺上，那人闷哼一声，往前一扑，爸爸顺势一斧头砍在他的肩膀上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，场面一下子乱了。为首的男人红了眼，举着猎枪又要开枪，爸爸眼疾手快，抬手射出麻醉针，正好扎在他的胳膊上。男人骂了一句，扣动扳机，子弹擦着爸爸的耳边飞了过去。麻醉剂起效很快，男人晃了晃，眼神开始涣散。爸爸冲过去，一拳打在他脸上，男人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剩下的那个男人见势不妙，转身就想跑，我追上去，一棍子扫在他的腿弯里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爸爸走过来，用斧头顶着他的脖子，他吓得浑身发抖，连连求饶：“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是老大让我们干的。”地上一共4个，一个断了手，一个被砍伤了肩膀，为首的被麻醉了，还有这个吓破了胆的。爸爸蹲下来，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你们有多少人？据点在哪？”一共12个人，就在前面的废弃矿场里。男人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们老大以前是混社会的，病毒爆发后就带着我们抢幸存者，已经抢了好几个了。我真的没杀过人，我就是跟着混口饭吃。12个人，比我们预想的多。就算我们解决了这4个，矿场里还有8个，要是他们找过来，也是个麻烦。观测站离矿场有多远？”爸爸问。不远，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。男人咽了口唾沫，我们老大早就盯上那个观测站了，说那里易守难攻，想站下来当据点，就是一直没找到路。爸爸的脸色沉了下来，看来这伙人迟早会找到观测站，与其等他们打上门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带我们去矿场。爸爸用斧头顶了顶他的脖子，老实点，敢耍花样，立刻砍了你。男人吓得连连点头，忙不迭的答应。我们把另外3个人绑起来，扔在伐木场里，扔了一瓶水在旁边。爸爸没杀他们，但是在他们周围撒了些带血腥味的东西，是刚才砍伤那个男人的血。这附近有野兽，血腥味会引来变异动物，他们能不能活下来，全看运气。这不是残忍，是自保。如果放了他们，他们回去报信，带来更多的人，死的就是我们。然后我们压着那个活口，开着车往矿场去。妈妈坐在后座，看着窗外，没说话。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，毕竟都是人命。可这是末日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容不得半点心软。开了大概20分钟，就到了废弃矿场。矿场建在山坳里，有几排旧平房，门口站着2个放哨的，手里都拿着武器。爸爸把车停在树林里，距离矿场几百米远，能看清里面的动静。里面有8个人，加上门口2个，一共10个。爸爸观察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硬拼肯定不行，我们人少，他们有枪，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出来，逐个解决。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刚才那个人说他们一直想占观测站，要不我们假装成观测站的人，引诱他们出来，或者我们制造点动静，引感染者过来。这附近感染者不多，而且山里的感染者行动慢，没用。”爸爸摇了摇头，目光落在矿场旁边的油桶上。矿场里有汽油桶，还有炸药吗？他问旁边被绑着的男人。男人赶紧说：“有半箱炸药，以前开矿剩下的，就在最里面的仓库里。”爸爸眼睛一亮，有办法了。他制定了一个计划，首先让那个男人回去报信，说找到了观测站的入口，骗他们大部分人出来，只留少数人守着。然后我和爸爸绕到后面，摸进仓库，把炸
炸药放在汽油桶旁边，制造爆炸，趁乱解决剩下的人。你回去之后就说在山那边看到了观测站的围墙，只有2个人守着，物资很多。爸爸盯着那个男人，要是敢说错一个字，你知道后果。男人连连点头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我不敢，我肯定按你说的做。”爸爸给他松了绑，推了他一把：“去吧，别想着耍花样，我们在后面看着你。”男人连滚带爬的跑向矿场，我们躲在树林里盯着矿场的动静。没过多久，就看到矿场里出来了6个人，跟着那个男人往山那边走。为首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，应该就是他们老大。矿场里只剩下4个人守着，门口2个，里面2个。走，行动！爸爸带着我顺着树林绕到矿场后面，后面有个破窗户，正好能翻进去。我们悄悄翻进院子，躲在墙角。门口的2个哨兵正聊着天，根本没注意到我们。爸爸冲我做了个手势，我们俩同时冲出去。我捂住一个人的嘴，手里的铁棍狠狠砸在他头上。爸爸动作更快，一刀抹了另一个人的脖子，2个人都没发出声音，就软倒在了地上。解决了哨兵，我们往里面走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最里面的仓库门虚掩着。我们推开门，里面堆着不少物资，食物、水、衣服，还有抢来的各种东西。墙角放着半箱炸药，旁边就是几个汽油桶。爸爸走过去检查了一下炸药，还好是电雷管的，能用。他从背包里翻出电线和定时器，开始组装炸弹。我站在门口放哨，警惕着里面的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，还有女人的哭声。我愣了一下，轻轻走过去，趴在窗户边往里看。房间里关着2个女人，都被绑着，脸上带着伤，应该是他们抢来的幸存者。我回头想叫爸爸，刚要开口，就看到一个男人拎着盒饭走过来，正好撞见我。你是谁？男人大喊一声，扔掉盒饭就去掏腰里的刀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一棍子砸过去，男人侧身躲开，大喊有人闯进来了。里面立刻冲出来2个人，手里都拿着砍刀。爸爸听到动静也冲了过来，和他们打在一起。仓库里空间小，4个人打得难解难分，我对付1个，爸爸对付2个。我手里的铁棍长，占了点优势，慢慢把那人逼到了墙角。就在我一棍子砸向他脑袋的时候，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，对准了我。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的闭眼，砰的一声枪响，预想中的疼痛没传来。我睁开眼，看到那个男人额头上多了个血洞，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爸爸站在我对面，手里拿着从劫匪身上夺来的猎枪，枪口还冒着烟。另外2个人也被解决了，倒在地上，血流了一地。没事吧？爸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摇摇头，心跳得飞快，差一点我就死了。炸弹装好了吗？我定了定神，问。装好了，定时10分钟。爸爸看了一眼手表，快走，等他们回来，正好赶上爆炸。我想起房间里的那2个女人，说里面还有2个被抓的幸存者，要不要带上？爸爸皱了皱眉，看向房间的方向。他犹豫了几秒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，不带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感染，而且带着2个陌生人，路上麻烦太多，观测站也养不起闲人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爸爸说的对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哪有能力救别人？末日里，先顾好自己，再谈其他。我们转身离开了仓库，快速翻出围墙，躲进了对面的树林里。没过多久，那伙出去的人就回来了，一个个骂骂咧咧的，说被骗了，根本没什么观测站。为首的老大踹了那个报信的男人一脚，气冲冲的往院子里走。他们刚走进院子没几秒，轰隆一声巨响，仓库爆炸了，火光冲天，气浪把窗户都震碎了，几个离得近的人直接被炸飞了出去，惨叫声、爆炸声混在一起，整个矿场都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我们躲在树林里，静静的看着。爆炸过后，里面没了动静，想来那伙人都被炸得差不多了。走吧，爸爸收回目光，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。解决了他们，观测站就安全了。我们开车离开矿场，往观测站去。一路上，妈妈都没怎么说话，看着窗外，神情复杂。别想太多。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说：“那些人手上都沾着血，死有余辜。我们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更多的人。”我知道。妈妈轻轻叹了口气，就是觉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以前好好的日子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没人回答他。我们都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会结束，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到了观测站。观测站建在半山腰，被2米多高的围墙围着，大铁门锈迹斑斑，但很结实。围墙上面拉着铁丝网，墙角有监控摄像头，当然现在已经坏了。门口挂着牌子，野生动物监测站。爸爸打开大门，把车开进去，然后反手关上大门，插紧插销。里面是一排平房，大概有5、6间房。院子里有个水井，还有个太阳能发电板架在屋顶。墙角种着一些野菜，长得很茂盛，看得出来爸爸以前经常来这里打理。这里以前是我带队做野外监测的时候建的，荒废好几年了，但基础都在。爸爸带着我们参观，有水井，有太阳能，只要修一修就能住人。围墙结实，位置偏僻，一般人找不到这里。我们都松了口气，一路逃亡，终于有个安身的地方了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们都在整理观测站，打扫房间，修理太阳能板，清理水井，把物资分门别类放好。爸爸把最里面的房间改成了实验室，放他的研究样本和试剂，继续研究抗体血清。我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地，种上带来的蔬菜种子，以后就能有新鲜蔬菜吃了。妈妈负责做饭和整理内务，把小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日子似乎慢慢安定了下来，每天听听收音机，打理菜地，研究血清，虽然辛苦，但至少安全。这天傍晚，我站在围墙边，看着远处的山林，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很美。爸爸走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我们是不是能一直在这里待下去。我接过水，拧开喝了一口，
暂时安全，但不能掉以轻心。爸爸看着远处，病毒还在变异，动物感染者越来越多，山里也不见得绝对安全，而且我们的物资总有耗尽的一天。你的血清研究的怎么样了？我问。有点进展。爸爸笑了笑，这是病毒爆发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笑。从棕熊的血清样本里，我提取到了抗体蛋白，比东北虎的浓度更高。如果能成功提纯，说不定能做出有效的抑制剂，甚至疫苗。我心里也跟着高兴。如果有了疫苗，末日说不定就有结束的希望。就在这时，围墙外面突然传来了低沉的狼嚎声，一声接一声，越来越近。爸爸的脸色立刻变了，他抓起旁边的望远镜，往围墙外看，是狼群，变异的。他放下望远镜，语气凝重，至少有7、8只都感染了，他们把这里包围了。变异狼群的到来打破了观测站短暂的平静。我趴在围墙的瞭望孔上往外看，暮色里10几双忧虑的眼睛在树林里若隐若现，他们不急于进攻，只是在围墙外徘徊。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在试探，又像是在等待时机。普通的狼不会轻易攻击有围墙的据点，但变异狼不一样。爸爸拎着麻醉枪走过来，脸色严肃。病毒放大了他们的攻击性和嗜血本能，而且智商好像也变高了，懂得围而不攻，消耗我们的耐心。围墙能挡住他们吧？妈妈站在我们身后，手里攥着擀面杖，这是她能找到的最顺手的武器。围墙2米高，普通狼跳不进来，但变异狼不好说。爸爸摇了摇头，而且他们会挖洞，围墙的地基不深，挖一夜就能挖穿。我心里一沉，刚安稳了2天，又要面对危机，这末日好像永远没有尽头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别慌，我们有准备。爸爸倒是很镇定，他转身走向仓库。我以前在这里放了不少捕猎工具，兽夹、捕兽网，还有烈性捕兽炮，本来是用来防野猪的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我们3个连夜行动，在围墙内侧和外侧都布上陷阱，围墙外撒上铁蒺藜，每隔几米放一个兽夹，门口的位置布了2张大捕兽网，拉在2棵树之间。围墙内侧也摆上了障碍物，防止狼跳进来。忙到后半夜，陷阱都布置好了，我们轮流守夜，爸爸守上半夜，我守下半夜，妈妈休息，保持体力。我靠在围墙边，手里攥着铁棍，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狼嚎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月光洒在院子里，冷冷清清的。我想起了以前的日子，周末的时候，一家3口会去农场烧烤，爸爸会给我讲动物园里的趣事，妈妈会做我爱吃的可乐鸡翅。那时候的日子平淡又幸福，现在想起来却像上辈子的事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狼嚎声突然停了，我心里一紧，立刻站起身，趴在瞭望孔往外看。树林里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安静的诡异。不对劲，我刚要喊爸爸，就听到啪的一声脆响，是兽夹触发的声音，紧接着是一声凄厉的狼嚎，划破了夜空。狼群开始进攻了，爸爸和妈妈也被惊醒了，立刻跑了过来。黑暗中，狼群从树林里冲了出来，一只只体型比普通狼大1圈，眼睛猩红，张着嘴露出尖利的獠牙，疯狂地往围墙上扑。砰砰砰，几只狼撞在围墙上，震得墙皮都掉了。有几只狼试图跳起来，爪子扒在墙头上，差点就翻进来了。别慌，瞄准眼睛打。爸爸举起猎枪，砰的一声，最前面的那只狼额头中弹，惨叫着摔了下去。我也拿起弩箭，这是爸爸在仓库里找到的，以前用来监测动物的，现在成了武器。我瞄准一只扒在墙头上的狼，一箭射过去，正中他的眼睛。狼哀嚎着掉了下去，在地上打滚。妈妈也没闲着，把烧红的煤球用铁锹铲着，往围墙外扔。狼怕火，被烫得连连后退。可狼群实在太多了，前赴后继的往上扑，打死1只，又冲上来2只。他们好像不知道疼，也不怕死，只想着冲进来撕碎我们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但要撑不了多久。爸爸换了个弹夹，眉头紧锁，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，或者干掉头狼。狼群是群居动物，只要干掉头狼，剩下的就会溃散。可外面太黑了，根本分不清哪只是头狼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围墙底下传来沙沙的声音，像是爪子在刨土，他们在挖洞。我大喊一声，爸爸立刻跑过去，蹲在墙根处，能清晰地感觉到地面的震动。狼群在围墙下面挖洞，而且已经挖了不小的深度了。这样下去，天亮之前他们就能挖进来。爸爸脸色凝重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把他们引走。怎么出击？外面全是狼，出去就是送死。妈妈急得声音都变了。我开车出去，把狼群引走。爸爸站起身，语气很坚定。越野车结实，狼咬不动。我绕着山跑几圈，把他们甩开，再回来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立刻反对，山里路不好走，夜里开车容易出事，而且狼群跟着车跑，万一车翻了怎么办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守在这里，迟早被他们挖进来。我开车引走他们，是唯一的活路。你们在里面守着，把洞堵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他说得很坚决，我知道劝不住他。爸爸就是这样，遇到危险永远自己扛在前面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拿起弩箭，多个人多份力，还能帮你看着后面。爸爸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你妈留在这儿，守好大门。我们走了之后，立刻把门关好。妈妈眼圈红了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点了点头，叮嘱我们小心。我们悄悄走到车库，打开车库门，越野车发动的声音立刻吸引了狼群，10几只狼转头冲了过来，对着车门疯狂撕咬。坐稳了，爸爸猛踩油门，越野车猛地冲了出去，撞飞了2只狼。狼群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嚎叫着跟在车后。爸爸开着车往山下的盘山公路跑，山路蜿蜒，车灯照亮前方的路，后面的狼群像一道灰色的潮水，紧追不放。狼群的速度很快，越野车在山路上跑不快，始终甩不掉他们。这样不行，甩不开。我看着后视镜，心里着急，他们耐力好，
能跟着跑几10公里。爸爸盯着前方的路，突然一打方向盘，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岔路。这条路更窄，旁边就是悬崖，很危险。我们去矿场那边。爸爸说，矿场爆炸后还有很多残骸，地形复杂，我们可以利用地形甩掉他们，甚至干掉他们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矿场废墟多，适合打伏击。车子开了10几分钟就到了矿场，爆炸后的废墟还在，到处都是碎石和烧焦的木头。爸爸把车开进矿场院子里，停在废墟后面，熄了火。我们躲起来，等狼群进来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爸爸拿起猎枪，推开车门，跟紧我，别乱跑。我们躲在一块巨大的水泥板后面，静静的等着。没过多久，狼群就追了进来，10几只狼分散开，四处搜寻我们的踪迹。月光下，我看到一只体型格外大的狼走在最前面，毛色偏黑，眼神凶狠，其他狼都跟在他身后。那只应该是头狼，我低声说。爸爸点点头，举起猎枪，瞄准了那头黑狼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稳住手，扣动扳机，砰！子弹打在了黑狼的前腿上，黑狼惨叫一声，踉跄了一下。其他狼都炸了锅，四处乱窜，对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嚎叫，没打中要害。爸爸皱了皱眉，换了个弹夹，他太灵活了。头狼受了伤，更加疯狂了。他嗅着气味，带着狼群往我们藏身的地方过来，越来越近，我甚至能看到他们嘴角的咸水。准备好，等他们靠近了再动手。爸爸握紧了猎枪，额头上渗出了汗。就在狼群离我们还有10几米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旁边的废墟里有几个废弃的汽油桶，还没完全烧完。爸，汽油桶！我指了指那边。爸爸眼睛一亮，他掏出打火机，捡起一块进了油的破布，点燃之后，用力往汽油桶那边扔过去。破布落在汽油桶旁边，火苗一下子窜了起来，轰的一声，汽油桶爆炸了，火光冲天，几只离得近的狼被火焰吞没，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在地上打滚。狼群一下子乱了，四散奔逃。那头狼也被气，浪掀翻在地，挣扎着想爬起来。就是现在！爸爸冲出去，猎枪对准头狼的脑袋，扣动了扳机，砰的一声，头狼的脑袋炸开，倒在地上不动了。剩下的狼见头狼死了，顿时没了主心骨，哀嚎着往树林里跑，转眼间就跑没影了。我们站在原地，喘着气，看着满地的狼尸，终于松了口气，解决了。爸爸放下枪，抹了把脸上的灰，笑了笑。这下观测站能安稳一阵子了。我们把狼尸收集起来，泼上汽油烧掉，防止病毒扩散，然后开车返回观测站。天已经蒙蒙亮了，东方泛起了鱼肚白。回到观测站，妈妈早就等在门口了，看到我们平安回来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爸爸拍了拍他的背，轻声安慰。这场危机总算过去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。我们加固了围墙，把地基挖深，填上石头，防止再被动物挖洞。爸爸把狼的尸体样本拿去研究，发现变异狼体内的抗体浓度更高，它的血清研究进展更快了。1个月后，爸爸成功提纯出了第1代抑制剂。他在感染的兔子身上做了实验，被咬之后立刻注射抑制剂，能有效延缓发病时间，甚至有2只兔子成功扛过了感染期，体内产生了抗体。这个消息让我们都很振奋，虽然还不是疫苗，但至少有了希望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菜地里浇水，爸爸突然从实验室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收音机，脸上带着难掩的激动。有信号了，官方的信号！我和妈妈赶紧跑过去。收音机里，一个清晰的女声正在播报：南方基地已建立完善的防疫体系，疫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，请各地幸存者前往南方基地集合，沿途设有补给站。重复一遍，南方基地！我们都愣住了。南方基地，官方的，还有疫苗。妈妈眼圈红了，拉着爸爸的手：我们可以去南方吗？去了那里，是不是就能回到以前的日子了？爸爸沉默了一会儿，看向远处的山林，又看了看我们的小院子，看了看他的实验室。不去。他摇了摇头，语气很坚定。去南方的路太远了，要穿过好几个省，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感染者和变异动物，九死一生。而且基地里人多眼杂，不一定就比这里安全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手里的血清样本，笑了笑。再说，我的研究也不能停，这里有实验室，有材料，我能继续研究疫苗。等我研究出真正的疫苗，我们再下山去帮更多的人。我看着爸爸，又看了看妈妈，然后看向我们的小院子，围墙、菜地、水井、实验室，还有身边的亲人。这里虽然偏僻，虽然清苦，但这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在末日里拼尽全力守护的地方。我也觉得不去挺好的。我笑着说，在这里安安稳稳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妈妈看着我们父女俩，也笑了，眼里含着泪。好，不去，我们就在这儿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在哪都是家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院子里，暖洋洋的。远处的山林层峦叠嶂，安静又祥和。收音机里的播报还在继续，但我们已经不再心动了。末日还没结束，病毒还在蔓延，外面的世界依旧混乱危险。但我们知道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只要手里还有希望，就没有熬不过去的冬天。爸爸转身走进实验室，继续他的研究。妈妈去厨房准备晚饭，饭菜的香气慢慢飘了出来。我站在菜地里，看着茁壮成长的菜苗，心里很平静。山间的黎明总会到来，而我们的黎明也终会在某一天如约而至。